記得要追蹤我們的粉絲專頁跟 IG， 有更多豐富的內容哦。法國巴黎以浪漫之都聞名，城市中充滿了優美的建築，塞納河畔兩旁還有很多咖啡館。這一次呢，我們統整了38個巴黎的景點，依照地區及地理位置劃分成7天的行程，後面也會補充一些近郊景點，你也可以一起安排進行程內哦。第1天的行程來到巴黎的第6跟第7區。埃菲爾鐵塔又叫做巴黎鐵塔，這個是因為紀念法國大革命100週年，還有準備1889年的巴黎世博會而建造的，是整個法國最具代表性的建築。在巴黎鐵塔的2樓，我們可以看到中世紀古蹟群跟巴黎綠地。在每天的日落後到晚上11點的每個小時，都會有5分鐘的金黃色燈光秀，推薦可以到夏右宮廣場觀賞哦。巴黎香檳院又叫做榮軍院，建築的特色是有閃亮的金色宮頂，在巴黎市區不管在哪裡都可以看見。裡面最有名的是拿破崙之墓、圓頂教堂，還有軍事博物館、現代歷史博物館等等。如果你想要全部逛完的話，也需要花上4到5個小時。羅丹美術館主要展示的是法國雕塑家奧古斯特·羅丹的作品。園區裡面分為室內和室外區，有數量豐富的雕塑與藝術品，尤其最知名的《沉思者吻》和《地獄之門》等等。館裡面也有羅丹收藏的多名畫家作品可以欣賞。巴黎地下墓穴是一個6萬具屍骨的墓穴，會有這個墓穴是因為以前爆發瘟疫的時候，有墓地不足跟公共衛生的問題，所以他們就把市區所有公墓的屍骨都移到了這邊。墓的前身是地下採石場，有蜿蜒的地道，走道2側都是真實的人頭骨。部分墓穴是有開放給遊客參觀的。盧森堡公園有很美麗的自然風景，公園裡的草木都經過細心的照顧跟維護，也是巴黎市內最大的公園。還有法國參議會跟盧森堡博物館，不定時會有大型展覽可以欣賞。巴黎萬神殿又叫做先賢寺，是有羅馬萬神殿外觀立面的建築，現在安葬了許多的名人，像是伏爾泰啊、孟德斯鳩、雨果、莫內、居里夫人等等都長眠於此。內部有高達83公尺的圓頂，還有雕花柱、彩繪塔頂等等的細節都很值得欣賞。裡面還有描繪了法國英雄的巨幅壁畫與雕像，非常震撼。你也可以額外付費到塔頂參觀，從不同的視角看巴黎。第2天，我們安排的幾個塞納河畔的知名景點，位置都很近，都很適合一起前往。巴黎聖母院是一座建立於1163-1250年間哥德式的天主教堂，入口處刻有經典的聖經故事3扇大門，在巴黎的歷史與藝術中極具意義，也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宗教建築。這個教堂裡面可以免費參觀，如果要登頂的話需要另外付費。這邊也因為經歷了火災，還在整修當中，預計在2024年底才會重新開放。莎士比亞書店就位在巴黎聖母院的對面，除了金城武在這邊拍過廣告，還有日落之前跟情迷午夜巴黎等等的電影在這邊取景。20世紀時也有很多極知名的作家都曾經在此停留，其中包括大家耳熟能詳的《老人與海》的作者海明威，現在更是世界最美書店的稱號。店裡面還有販售很多獨特設計的紀念品。聖徒禮拜堂是哥德式風格建築，總共有上下2層。沿着參觀路線一進去，就會看到很華麗壯觀的彩繪玻璃窗，敘述的是創世紀到耶穌復活的聖經故事。禮拜堂中的壁畫也是一個參觀重點，描述的是啟示錄先知之書中的場景，就連天花板也都有優雅美麗的設計可以欣賞。巴黎古監獄是法國大革命期間非常重要的監獄。最早呢，它是皇宮的一部分，也是法國皇宮歷史最悠久的宮殿所在地，囚禁過皇後瑪麗·安東奈特，還有安德魯·切尼爾等等。現在是一座法國巴黎著名的博物館。
太子廣場是新橋下的三角地，是在17世紀初就新建的廣場，現在是很重要的商業中心。這邊有很著名的百貨公司跟餐廳，也有充滿法式情調的咖啡館跟小店，很適合午後來到這裡體驗巴黎人的日常生活。阿里格市集這個就跟其他的景點距離比較遠一點點，有賣蔬果、花卉，還有各種肉品跟特殊食材。附近也有許多異國餐廳和甜點咖啡店，戶外的話還有跳蚤市場可以挖寶，有機會找到精美而且充滿異國風味的古着跟古道具。第3天的行程要來到蒙馬特區以及靠近近郊的凡爾賽宮。蒙馬特區的街區充滿了藝術氛圍，這邊是曾經孕育出畢卡索、梵谷等多位藝術大師的地方，也有好幾個知名景點可以去走走。聖心堂這個是蒙馬特最經典的景點之一，它是著名的羅馬天主教堂，以石灰華岩建築而成，所以外觀可以保持得很純淨雪白。它的特色是教堂的圓頂，遊客可以登頂眺望巴黎美景。天氣好的時候，你還可以看到巴黎鐵塔、教堂內的鐘以及馬賽克耶穌像也是必看。蒙馬特愛牆，它是一面40平方米的藍色牆壁，是一位音樂家巴龍在上面收集了250種語言書寫的"我愛你"，成為了一個超級知名的景點。很多遊客他都會專程前來，是一個很浪漫的拍照景點。紅磨坊，它是法國康康舞最具代表性的演出場所，屋頂的紅風車也是它的標誌性象徵。在19世紀末普法戰爭結束後出現，在表演前的時間是用餐的時段，吃完飯之後你就可以直接欣賞表演。這裡對法國人來說是一個非常正式的用餐場所，所以在穿着上也需要特別的正式講究。凡爾賽宮，它是16、17世紀時路易十四建造的，外觀以古典主義為主，建築很整齊對稱，裡面有精緻的家具、巨大的壁室、油畫跟掛毯，還有100公頃的大花園，跟快500間的大小電廳，超級富麗堂皇，可以看到法國皇家的生活。第4天來到巴黎8區，公共知名百貨與景點。香榭麗舍大道跟紐約第5大道、東京銀座並稱世界3大繁華中心。大道兩旁聚集了很多品牌精品美食，沿途你還會經過凱旋門，是法國必逛的景點之一。凱旋門，它是為了紀念拿破崙擊敗俄奧聯軍，在法國國威達到最高峰的時候建造的。以古羅馬時代的凱旋門為原型，拱門的正下方是無名烈士墓，立面則由雕刻家打造出起義、勝利、抗戰和和平4大主題。你可以爬上階梯，登上凱旋門頂，俯視巴黎浪漫美麗的市景。這邊有12條以凱旋門為中心向外發展的街道，加上香榭麗舍大道，是很壯觀的景色。老佛爺百貨占地有7萬平方米，是巴黎精品購物的一級戰區。整個百貨分為3棟，本館、女裝館、男裝館、家具館。其中本館是最為必逛的，有很完整的精品專櫃品牌。這個整個館內有9層樓，在3樓的天空廊道，你可以拍到彩繪宮頂。在頂樓，你可以欣賞到免費的市容景色。在特定的季節，也會有不同的應景裝飾。這邊也都有會說中文的退稅人員。巴黎歌劇院是新巴洛克式風格，內部的裝飾超級華麗，有大理石階梯、紅地毯，還有水晶燈跟雕塑，都顯示了當地巴黎上流社會的奢華生活。知名的音樂劇《歌劇魅影》的故事背景就是在這邊。來到這邊，你也可以租借導覽器，聽聽這邊的介紹故事。第5天的行程，我們要搭塞納河遊船，以及到周邊的景點走走。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巴黎，塞納河遊船就是一定要排進行程。整趟航程大約有1個小時左右，你會經過很多巴黎熱門景點，像是巴黎鐵塔、羅浮宮、巴黎聖母院等等，你都可以輕鬆欣賞到不同角度的巴黎美景，一次遊覽眾多知名景點。亞歷山大三世橋位在塞納河上，是巴黎最華麗的一座橋。右岸連接的是香榭麗舍大道，左邊的話是商賓院跟埃菲爾鐵塔，全長有107米，上面有精緻的石雕跟雕塑。當初是為了慶祝1892年法俄同盟
而建造的，是很重要的歷史古蹟。橘園美術館位在杜樂麗花園的角落，收藏許多莫內在上等印象派大師的作品，尤其是很知名的莫內睡蓮的展廳，室內環繞着巨幅的睡蓮真跡，都讓人非常驚嘆。杜樂麗花園是一座開放式的庭園，位在羅浮宮跟協和廣場之間，是王后凱薩琳為了興建杜樂麗宮而設計的，後來對外開放成為公園，是法國居民日常散步放鬆的場所。奧賽美術館原本是1900年萬國博覽會的時候所設計的奧賽火車站，主要收藏的是1848到1914年間法國的繪畫、雕塑、家具跟攝影等藝術品，也包含了米勒、莫內跟梵谷等知名大師的作品、鎮館之寶，還有羅丹的雕塑。如果你是喜歡印象派或是後印象派畫家，就一定要來这邊看看。第6天的行程，這邊安排了幾個比較新的景點。藝術橋是塞納河畔第一座以鑄鐵建造的步行橋，連接了法蘭西學院跟羅浮宮。因為羅浮宮在拿破崙時代又稱為藝術皇宮，所以呢，這座橋就取名為藝術橋。以前橋上掛着上百萬個愛情鎖，象徵了戀人們不朽的愛情，但後來因為重量不堪負荷，全部都拆除了。皮諾私人美術館是法國開雲集團開設的私人博物館，收藏約400位藝術家，包含繪畫、雕塑、照片等萬件作品。這座美術館原本是19世紀初的巴黎證券交易所，但後來改建成有展覽空間、跟劇場、還有禮堂、餐廳等等的多功能藝術場域，是法國巴黎這邊的新地標。沙瑪麗丹百貨公司坐落在塞納河畔，這個是第一家百貨公司，曾經因為建築問題所以關閉，後來在2021年的時候重新開幕。內部有絕美古典的金黃手工壁畫、復古樓梯欄杆，還有透明玻璃宮頂。周杰倫的 MV 也曾經到這邊取景。除了650個奢侈品品牌以外呢，百貨裡面也有高級餐廳跟頂級豪華酒店等等。龐畢度中心是一座現代美術館，是由當時的法國總統龐畢度為了紀念戴高樂總統所建立的，至今擁有超過10萬件作品。喜歡歐洲現代藝術的人就很推薦到訪，可以看到康丁斯基、米羅和畢卡索等等的大師作品，還有戲劇、音樂、電影等等的藝術。目前就是正在整修當中，要到2026年才會重新開幕。羅浮宮就在巴黎市中心的塞納河畔，以前是法國王宮，現在則是世界4大博物館之一，有展出高達35000件繪畫、雕塑、美術工藝、古代東方、古希臘羅馬、古代埃及的收藏。在宮前的玻璃金字塔也是羅浮宮的知名地標。畢卡索美術館有多達5000件畢卡索的藝術作品，包含素描、雕塑、畫作、陶瓷、版畫和手稿等等。建築本身也是值得一看，是很華麗細膩的17世紀歷史建築。到了最後一天，我們安排了巴黎的迪士尼樂園。巴黎迪士尼樂園是整個歐洲只有一間，分成迪士尼樂園跟華特迪士尼影城2種園區。跟其他迪士尼樂園不同的地方，在巴黎的迪士尼的城堡、街道、裝飾物，甚至到花園的設計，都融入了法國本土的特色，有很多濃郁歐洲古典宮廷氣息。園區內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睡美人的粉紅色城堡，是世界第2大的迪士尼樂園。這邊的飯店也是唯一一個是跟樂園連在一起的。在後面跟大家補充幾個位在巴黎近郊的景點。第一個，羅亞爾河谷有法國的花園、法語的搖籃之稱。這個區域有超過300座城堡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這個香波爾城堡跟雪農索堡。香波爾城堡，它是一個度假用的狩獵行宮，是國王弗朗索一世為了炫耀法蘭西的財力，動用了1800名工人，打造出羅亞爾河谷中最宏偉的宮殿。其中主塔中央由達文西設計的雙螺旋梯，這個也是一大看點。雪農索堡，它是建立於16世紀，又叫做女人城堡，因為每個在這邊住過的王后或情婦都有為這座城堡留下了花園、長廊等等，記錄了他們生活過的痕跡。
聖米歇爾山，它是法國最熱門景點之一，除了在1979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，還有電影《魔戒》的取景地。這邊也是天主教的朝聖地。山頂上有具高聳尖塔與多樣建築風格的修道院。每次漲潮的時候，海水會淹沒淺灘，聖米歇爾山就會像一座漂浮於海面上的巨大城堡。這樣的奇景也吸引了很多的遊客前來。楓丹白露宮是法國最大的王宮之一，從12世紀開始就作為法國國王狩獵的行宮。在800年的歷史，經歷過歷代法國國王跟王后們的生活，他們對這個城堡的建築風格與室內的裝飾都留下了很多的個人特色。在1927年，楓丹白露宮也成為了國家博物館，更被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。今天介紹完38個位在法國巴黎的景點，你最想要去哪一個？趕緊準備好，安排一趟浪漫的巴黎之旅吧！最後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、留言、開啟小鈴鐺，我們下次見。